钦哦，这是俄罗斯的总统，他访问越南。昨天他抵达了河内机场哦。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现在他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可是他的专机也抵达了越南，并且做国事访问。您看到他在红地毯上面接受越南军礼21响礼炮的礼遇，而普京将会在这里跟越南的国家主席签署一系列的协议。而越共的总书记阮富仲他也讲了，他说越南始终重视对俄罗斯的关系，还有这个传统的关系以及全面战略伙伴的协议各种的关系。那越南跟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吗？那美国又怎么看呢？我们先来看看普京在河内的访问呢，他大赞越南很务实啊，因为现在越南可以说在商业界、在贸易发展都非常好他在即将抵达之前呢，曾经在越共党报《人民报》上面写了一篇文章，也赞扬了越南在俄乌战事上的平衡立场没有支持任何人。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越南主席苏林跟这个普京的握手。美国呢也说你来访问越南没有关系啊，我们要对这个朋友可能也要把他拉拢过来。所以美国后脚也宣布要派助理国务卿来河内来加强两国的联系。这是来自于美国驻河内大使馆的一个 statement， 他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给予普京一个宣传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平台，或以其他的方式让他将自己的暴行正常化，某种程度也是在说教说不应该给这个普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你们应该拒绝他来呀这个是潜台词。美国国务院也讲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21到22号访问越南首都河内，强调美国坚定并且致力落实跟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越南跟美国以及跟俄罗斯的外交上面的处理的方式。另外，李强他是中国大陆的总理他最近呢去访问大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大马的总理安华他也说了希望这个南海由中国以及东协处理有这样的共识，他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同意中国与有关东协国家应该自主妥善的处理南海的问题，管控矛盾分歧，促进对话合作南海的问题我们刚刚上一个阶段已经讨论过了，包括中非最近在南海也有很多的争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马来西亚这两国本来这个观光客的交流或者是说这个贸易的往来也非常的多嘛那现在他们又宣布了要互延免签，这个免签证我们要再往后更延多一点，希望有更多中国游客到大马到马来西亚来旅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包括今年前4个月赴马的中国游客去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游客已经达到了95万人次，比起这个同期增长了231.9%。那当然，因为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大幅的增加。那两国也同意联合申请将舞狮这一项活动列入联合国的非遗产的这个名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南方国家过去大家讲金砖国家啦，现在越来越壮大了。一开始只有4国，后来变5国现在更多了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报纸也讲说，该国加入金砖国家有助于世界听到南方国家的声音所以大马的总理安华也说，很快会启动加入金砖5国的正式程序。泰国也一样在这个10月峰会他们希望可以加入金砖集团，现在已经提出申请了。所以我们看到金砖国家的话语权现在也慢慢的扩大当中，包括在获得 OECD 邀请入会讨论之后，泰国也寻求加入这一个组织我们看到更多国家希望加入普京和习近平的金砖国家扩大行列西方国家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抵制也好，或是批评也罢那这些所谓的南方国家，传统的南方国家联合起来要跟西方来做一些抗衡吗？我们想请问永明老师怎么看这个现象？还是要戴口罩？还在感冒中？应该已经好了。那我觉得其实普丁这一次从北韩到越南他是有一个策略的。
他5月份去大陆，然后呢，你看到他6月份到越南跟就是北韩跟越南。那虽然在越南他并没有像是北韩跟他签了一个战略这个文件，里面提到第3条、第4条，就所谓的这种共同防御合作的这样子一个条约，但是呢，他也签了非常多的这个协议，而且越南人是真的欢迎他。你要知道，越南在冷战的时候，跟这个苏联到后来俄罗斯关系是非常密切。他们统计过，大概有5万人在冷战的时候去越南，从越南去这个苏联念大学，包含这个阮富仲现在的越共总书记。然后呢，那个时候苏联在越南有金兰湾的租界的基地非常大，一直到2002年。普京上来之后2-3年，才真正把所有的兵这个都撤出来。那之后呢，越南许多的武器到现在都还是以就是俄罗斯的系统为主。可是越南这几年变得真厉害。我们台湾一定要好好学学越南，它叫竹子外交，什么意思呢？它有它的立场，但是呢，它会看到现实的情况，随时做调整。他也不偏向任何一边，但任何一边都觉得可以去拉引他。去年习近平、拜登都去过，今年你看普京也来，对不对？他买武器，他跟俄罗斯买，他跟以色列买，他没有跟中国大陆买，他也不跟美国买。是。可是呢，你看到他这个是现在美国贸易战、科技战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这个叫做有岸外包。美国就觉得说，从中国大陆的厂如果到越南来，那就比较安全。那可是事实上，去越南投资的绝大部分，它反而是中国的公司。对，因为根本一个中国供应链变成亚洲供应链，所以越南就变成一个比较低阶的这个代工。那越南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呢？它碰到电的问题，它碰到基础建设问题。它的基础建设是它没有办法，它不接受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因为双方因为历史或者是过去的因素，他去跟日本签了一个协议，说要做高铁，从河内到胡志明，这个国家是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很长嘛。对。结果完全没有着落然后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日本的高铁事实上也不太愿意做，因为成本又太高。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要看越南的话，你要了解到它的务实外交。它完全的平衡。你现在，普丁今天要离开，马上这个周末礼拜6，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就要去越南，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越南的这个处境尤其你看他在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跟就是外交上的结合，然后在南海问题上呢，他也不去闹事儿。他以前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跟菲律宾事实上是对峙的很厉害的。也跟中国大陆，他现在在南海上面的第4大岛叫南威岛，他还是在做很多的军事设施，上面都还有小学在上面。所以各位，这个国家其实走出冷战之后，走出越战，跟美国改善关系，跟中国改善关系，然后呢发展自己的经济，学的中国的脚步。基础建设、脱贫、教育，不过我必须要讲，我觉得其实都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你看看，真的这些半导体、科技或者是制造业，到现在为止，真正好的国家在哪里？对不对？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越南，现在连马来西亚那个槟城都变得很厉害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看越南的时候，一定要反省到越南的这个智慧、越南的战略。我们可以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处境。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越南？越南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国家。是为什么？我说一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希望的。它是战后国家，就是它曾经经过南北越非常惨烈的战争。这种很长期的惨烈的战争完毕之后，你去看这个国家，大概有以下这3个特性。第一个，拼命的生，然后就是人口红利赶快生。第二个，因为它都是在战后生的，所以它平均年龄非常年轻。
他们平均年龄，我上次看了一个资料，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只有30几岁，在整个亚洲国家里面，他们是数一数二年轻的。那第三个呢，因为他经历了战乱到现在，他们非常勤奋的在赚钱。这3个条件再加上他跟中国接在一起，他以前根本就是中国的一个国家。你去看 Google 的地图，你给它拉到很大，你就会发现越南呐、像好比说缅甸呐、那些地方跟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道路，因为那个山啊什么的，越南几乎四通八达，可以一直这样通下来，所以几乎它是一个它的叫做什么卫星城、卫星国好了。那加上他们有这么多年轻，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将来想要去投资，就越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加上他们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民主的，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它不会有那些什么工会这些。然后接着我要说，普丁这次去访问越南哦，我觉得这个东西看到乌克兰人的心里一定是很痛。为什么你知道？越南它的陆军哦，正规军有48万2千人，后备役有50万，它人口上亿啊，所以你说这个编制还不是算非常多的，但是因为它以前一直在打陆战，南北越的时候。所以他有很多的炮弹，那因此俄罗斯这一次去普丁去，你想想看，他是不是会找？你说他找来要希望支援什么？我认为就是像他们这个最缺的炮弹，北韩支援，这个越南支援，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制造的能力，所以乌克兰人看到这个东西应该是觉得很难过。而且除此以外呢，这个俄罗斯派了核潜舰最近拜访古巴。核潜舰才拜访，就在上个月才拜访古巴，然后又派了40艘的这个水面舰在东北亚，最近在那里操演，所以你就发现，俄罗斯他到了中国，他到了北韩，他到了越南，他又结合了古巴，这些通通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他们有的已经不叫做共产主义了，这些国家结合在一起，北约。你们还有必胜的把握吗？这个东西你们还要继续打下去吗？这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大家都要去讨论的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在一起，不见得他们签立多么牢靠的一些条约，但是光这些人站在一起传达出来的讯号，是就给北约一个很大的一个，你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讲到金砖国家，刚刚有提到本来一开始4个国家、5个国家，现在扩大看到很多国家也有意愿要加入。想问一下董哥怎么看这个现象？其实金砖国家它是那时候成立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土地人口都非常大、非常多啊。俄罗斯、中国大陆，对不对？大家看到了啊，南非、巴西、印度，你可以看看那土地占世界多大的地方。那当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做生意，有一个共同的市场，互相澳元啊。那这些澳元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比较想脱离美国的美元系统，所以像今年的沙特阿拉伯1月他已经加入了，现在金砖叫做10国了，那很多国家想加入，马来西亚表示加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那个实力够雄厚。那现在新加入了这些国家，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了，它有一个现象各位朋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然后伊索比亚然后在埃及。这些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各位有没有发现？对。所以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这个仗的时候，其实阿拉伯的国家其实都那种灵机出来还美，那种声浪就更大。过去就有这样的迹象，现在就很明白。各位你看一看这是以色列的攻击最早对他开干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把他骂得很难听啊。大家可以看，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跟中国大陆这回的动作，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就南海由中国大陆跟东协大陆称作东盟由东协由他们来处理，中国大陆跟东协来处理，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一块。南海就是我们所在的地啊，所以美国做了很多拉拢，他拉拢菲律宾或许成功，可是菲律宾的兵力很弱，他完全要靠美国，那他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窘境，对不对？对，你看他副总统跟他已经脱钩了，副总统就是杜特地的女儿啊，将来我玩自己的，你小马可是反正你只能当一届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氛围到时候又会不一样。那你看到越南去年在 G20 的时候，拜登总统参加完了以后，那时候在印度的新德里，那东协的那个领袖峰会其实就在附近，拜登不去参加，他特地跑去越南，去示好，然后讲了很多东西。那当然越南也是跟他习以为意。越南其实他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中国大陆，还是他周遭的这些国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种现象那你在金砖里面就可以看到了，金砖大家一起做生意，然后他们也不去依附谁大家互相来嘛，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它有一个目标，我刚刚讲了，就是他们比较想离开美国的美元系统，那阿拉伯国家是一个指标因为大家知道石油是用美元来那个的，现在有这个方向的话，对美国来讲，它不但在经济上或者在地缘的那些武力上，很多国家都已经不再跟美国那么亲密，脱钩的脱钩，或者所属两端的就两端，我不要跟你那么亲密，免得到时候我又被你出卖倒霉，这就是一个现象啊。美中的贸易战还在打，不过现在中欧的贸易战也要开打了吗？我们先来看看德国的副总理最近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时间点就在今天，一直持续3天，有一个国事访问。那他带领着德国的商业代表团一同访中他的说法是德中必须要保持对话必须要有一个沟通。那大家知道，包括在贸易上面，德国或者是说欧盟对中国大陆要加征关税吗？外媒的解释是说，他们可能目的是想要让中国的车子包括这个汽车的工业这些企业跟欧洲组成一个合资公司你来加入我们吗？加入我们吧，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组公司，分享技术这个是我们看到 Political 的一个分析那报道中也说了，这个办法听起来很熟悉。为什么？因为过去欧盟曾经指控过中国是贸易不公平也说那你叫我跟你这边来这边投资，你要我把技术告诉你，这就是强制的技术转移。那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中国大陆就说了传出欧盟要求中国车主这些汽车的企业提供机密，中国就说这已经远远超过调查所需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何亚东说的。他说，欧洲方面在调查中强制索取包括生产的经营技术的工艺还有产品的配方，这些讯息已经超过了反补贴调查所需。所以你是不是在偷我的机密呢？偷我的配方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如果欧盟的这个欧盟的中国商会就说了如果要加征关税的话，你把关税提高的话，有82%、83%的企业就说我到你欧洲去投资的信心我就不足了。我如果要加这么多的钱，我何必到你的这个国家、到你的土地去投资呢？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中国大陆跟欧洲现在开始也是叠对叠了，包括关税战升高，中国现在盯上了欧洲的大排量油车，你油车如果要进来的话，我的关税就要增高很多，所以积极考虑对欧洲的大排量汽车进口提高暂定的关税。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是全面的互相伤害，可是中国对欧洲的贸易战策略上面可能更有一些保守，或者是有一些调整，包括像是过去对澳洲那样子的贸易战的形式跟那样子的一个 pattern， 我们看到几个例子，包括北京它是瞄准非必需品，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东西对中国消费者的损害很小，那我就来针对对这个生产国，包括澳洲包括法国，包括丹麦，包括德国，可能冲击很大。举一个例子来说，现在中国大陆针对法国的白兰地还有葡萄酒在做一些这个反倾销的调查。那对法国来说，这就是重中之重。可是对中国来说，我可有可无因为你澳洲的 wine、澳洲的葡萄酒、白兰地可以来我中国，已经重返市场了，所以对我来说不痛不痒。另外对丹麦，我就包括对你的乳制品，我有一些
所谓的审查或是反倾销哦，包括西班牙，因为猪肉比较有名哦，猪肉是他们的大宗，我就调查你，或者是汽车业哦，对于德国来说也很重要，所以这是有策略性的。而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现在看起来越加的剧烈了。我们看到叶伦他就说会有新一波的新关税，他要保护美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产品跟半导体，以免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所以呢，政府拒绝允许这些行业的美国公司因为倾销而破产哦，所以让它破产。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脖子是不是越卡越紧？现在传出了美国打算增加11家大陆的晶圆厂列入实体的管制清单哦，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传出来的讯息是有11家。大陆的晶圆厂或者是这些方面的企业，而我们看到国际的半导体的协会就说了，明年他们预估中国大陆尽管在这么严峻的状况下，因为他们非常积极的在生产，所以中国的半导体可能会占明年全球晶圆的总产能80%，因为它扩大生产了，有一些中低阶的一些晶片也在生产当中。而市场一直不断的有传言，说是华为跟中兴他们有合作有一些5奈米可能已经有进展喽，传出成功了这个不知道因为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传言，这可能对这个西方的封锁有突围了吗？我们来问问看杨老师。你知道贸易的理论有2种，一种叫自由贸易，一种叫重商主义或者是经济民族主义。这个自由贸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应该要减少关税，尽可能的让贸易商品的自由的往来，你才能够产生比较利益、国际合作，然后呢，消费者个人也还能够受惠，对不对？因为产品的这个成本会降低，然后呢，这个企业新创都可以出来。这个是2次大战结束到现在，我觉得贸易的主轴，也是未来的主轴。但另外有一个叫做重商主义或者是经济民族主义，就认为说，其实贸易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也就是说，其实我跟你的贸易如果长期的不平衡，那其实是我在失去权力，我在失去我自己的经济的影响力、经济的权利。是历史上这2种这个力量不断的在对抗，所以没什么。你看美国跟欧洲过去有贸易战那也不得了彼此还打得很激烈，因为欧洲是非常保护它的农产品，那美国呢又希望欧洲要开放这开放那儿，那跟现在中国大陆跟欧盟其实有点像，但是呢这种其实我不是那么紧张，因为它是正常的大国之间的贸易攻防。是你看欧洲说要对你的这个进口的，就是说电动汽车科关税，因为它会分从17%到38%，然后呢，中国大陆说，那我就反制你，你的乳制品是针对法国跟就是这个西班牙，因为你的农民是需要这个东西。那针对你德国呢，你这个大这个排气的豪华车，我就给你科高一点的关税。所以宝马、宾士这个都比较就是受了影响。你看，大家都会有一个，但是美国对中国就不一样，它就是一种修习底德陷阱的。他认为你是要挑战他的霸权的，所以他用所谓的国家安全、产能过剩，以及各种理由是全面打压。他不只是单纯保护主义而已他是全面打压，他是有一个大的政治战略目的在背后。这个其实就是大国的权力斗争，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是贸易的这种攻防。我现在看中国跟欧洲之间其实根本就是一种贸易攻防，是正常范围，这个不会结束的。这个你来我往很多的啦。我跟你讲那为我们评论找很多的题目很好。那但是美国这个东西美国东西是要打到你死的，打到你起不来，不能挑战我的，那这就很大的一个差别。是。包括我们看到你这个现在呢，叶伦已经讲到了为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政策辩护。他说我不是无的放矢，我们是有需要保护我们美国的本土企业。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说贸易战呢、现在各国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互相的这个抵制，或者是你来我往，美中哦他们的斗争油剧哦，现在看起来卡脖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来请教舰长。首先，我要接一下刚刚这个杨老师说的，欧美这个关税大战啊，这是免不掉的，好不好？这是很热闹，但是它一定会发生。那我还要特别提醒，如果川普当选，可能连台湾都会拉入。你知道，川普是管你是谁的，只要他觉得你们给我出招太多，我就会对你去打。但是我非常关心中国大陆的卡脖子这个技术，它到底突破了几奈米？就像刚刚前子也讲到一些东西，那些都是传闻。传闻，所以我现在非常关心我就第一个关心是谁说的。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传闻的话，你听听就好。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这是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将近快30年的一个媒体，专门在做这个硬体的这个研究的。它这个硬体叫做汤姆的硬体 （Tom's Hardware），就是这个很有名的。他最近他发布了一个这个消息。那他以前他所有发布的消息，好比说他曾经批评 Intel 的处理器有问题。Intel 把所有处理器全部收回来，他又说 AMD 的处理器是性能很好的，立刻广受欢迎，而且声誉暴涨。你知道就他专业的媒体，他几乎是在硬体界有一锤定音。然后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代表华为到底他做到了几纳米。他说华为目前在做5纳米，已经在量产5纳米哦，不是在做，就是量产了。量产啦！哎，他在量产，他说的就是这个。然后他说他们在研究怎么做3纳米。那他不是这样子讲完了，他有说他具体的理由。他说华为跟谁碰？那个中芯国际2个配合。那中芯国际又跟谁配合呢？他说中芯国际跟一个2021年才成立的国家支持成立的叫做深圳的新凯来这家公司，才2年。2023他获得了一个专利，这个专利叫做它那个专利名字好长啊。简单讲就是四重的这个曝光。什么叫4重曝光呢？今天其实这个很细的这些东西啊，他去照的时候，他给你照4次，对，他就给他去做。他说他这个东西做完，当然你可能说，哎呀，4次是不是好多啊？你知不知道一个高阶晶片的步骤超过1500个，不容易，非常难，对所以多试试其实不是很困难。他说他突破了，他有专利，他现在在朝3纳米做。对，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有媒体是这样报道。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来，大家可以看哦，欧洲最近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欧洲议会选举右派大胜，然后逼得马克龙做了一个人生的豪赌，要求法国的国会要改选。什么时候选呢？其实各位朋友可能不晓得下个礼拜就要选，这么快？他早选，为什么？先解散了。6月30号。6月30号为什么要早选？因为7月26号要办奥运了。我不能再拖到那时候就乱了，对不对？是。所以马克龙这些都很紧凑，但马克龙其实是心机很深呐。他跑去大陆跟习近平讲了还要跟他有一些就周旋呐，结果当然获得非常多的好处。但是这次欧洲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是法国人跟西班牙人在主导。德国是抵死不从，可是没办法，大家就是一个氛围，所以德国现在要派人去跟中国大陆要去说好话，因为德国的汽车80%是外销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国内的政治情势，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从两岸关系到世界局势，我们如何自处，有哪一些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地方？包括最近您看到中非在南海有冲突，而我们台湾是否要警惕两岸关系呢？先来看看最近在金门的海域，每一天平均都有4艘的大陆海警船来巡航，我们的海巡署就说，从今年的1月今年的1号今年6月1号到6月14号，光是6月份的前2周，每天都有4艘对岸的这个海警船在我们金门海域附近行巡这个真的是不胜其扰，我们也只能伴着航行伴航或者是驱离广播。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美国智库 CSIS 就说，我建议你们台湾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应对，哪些方法呢？他的建议是这样，他说你台湾要加强海警的力量啊，并且要考虑使用引入军舰，展开回应，把军舰开出来，把军舰派出来。另外，第二个方案是安排美国的海岸警卫队也一起来参与行动。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让日本来日本的海上保全厅也来参与针对中国大陆的海警行动，这样子好吗？会不会升高区域的紧张对视呢？不过我们来看看，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中非的海上冲突，这是发生在这几天，包括中国的海警船那在这个南海跟这个补给船啦，菲律宾的补给船有一些这个近身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也被释放出来了。那我国的国安团队就警戒了说要严防对台湾复制冲突滋事做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看到这个不愿意具名的国安高层透过上报，他就讲了，他说研判中方极可能对台湾复制跟菲律宾的冲突模式也会仿效菲律宾采取透明化的外交攻势。所谓透明化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都要把它录下来然后公布呢？透明化的外交攻势，保持相关国家一致对抗中国灰色地带胁迫的立场所以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个也蛮恐怖的如果我们采取 CSIS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或者是如果对岸的海巡船跟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发生冲突，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幕出现。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驱逐舰现在已经驶过菲律宾沿岸了这个是6月19号，有巴拉望岛人在巴拉巴克海峡附近就看到了，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包括2艘中国的军舰航行，其中1艘的军舰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头标有105，还有呢是中国海军055型的驱逐舰大连舰的舷号都清晰可辨，所以可以看到它开的其实蛮近的。而南海的冲突加剧那我们看到包括国际社会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军事的相关的一些网站就透露了说，中国大陆可能在造052D 的驱逐舰等级的海警新舰这个海警船的这个舰艇会更大更强，跟这个海军差不多包括您看到这一张图被拍下来的空拍图，这是外界推测的一个根本一个根据。他说这是在江南造船厂的卫星空拍图，显示在这里的船坞里头有1艘正在新建的这个军舰看起来是军舰，它的外形跟052D 型的驱逐舰类似的新船，他们认为这是新的海警船。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的菲律宾公布的影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像是橡皮艇一样的东西，我不是很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型号这个是大陆海警我们看到有人在挥舞像这样子的斧头威胁菲律宾的人因为这是菲律宾视角，我们看到的影片是菲律宾视角的一个形象那北京就说你在颠倒黑白，说其实是菲律宾才在挑衅，所以到底谁是谁非呢？影像应该要有双面啦菲律宾有公布了，那北京有没有公布？我到现在是没看到啦，等一下也请来宾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而另外，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这样讲的，他讲菲律宾颠倒黑白，要求停止侵权挑衅，否则后果自负。菲律宾的说法是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南海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那他们的运补船遭到了包围，还有夺枪这个听起来蛮惊悚的，夺枪那不就是要打仗了吗？因为这个是夺枪，而且好像看到我们在影片里头有一名菲律宾的这个人员的手指头也被削掉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也说话了，他说中国的行径很危险美菲重申防御盟约。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美菲两国的外长一致认为中方的行为危险且不负责任强调了我刚刚说的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坚定承诺。那网络上就有人说了，你看就有人手指都没了
拇指都被削掉了，所以你应该要按照这个协议出兵啊！还在等什么呢？网络上就有人在喊打喊杀了就很多的意见都出来了。而我们看到最近又有一个这个报道其实看起来对乌克兰人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听了可能伤口上面撒盐呢。我们看到他怎么讲，这是科比讲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他是回答记者的问题嘛，就有人问说乌克兰到底要怎么样，或者是何时how， 还有 when 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北约呢？那科比就回答说，首先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如果你是乌克兰人，你听了会怎么样？现在已经打到国民都已经血流成河了，一大堆人逃到国外变难民了。你说你要打赢这场仗才能够加入北约，那当初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他们想加入北约嘛。如果乌克兰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话，那何必加入北约？北约应该要加入乌克兰才对吧？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菲律宾跟这个中国的冲突，是不是菲律宾想当亚洲乌克兰？这个是来自于香港01的一个报道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他说菲律宾想当亚洲的乌克兰，但是中国不会变成另一个俄罗斯这个是中非美三边的关系现状。这个评论家认为有一点像是俄乌战争爆发前的俄乌美三方关系的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先请教董哥，怎么先来帮我们看一下现在在南海中国跟菲律宾的冲突，那对照于我们台湾，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这样的冲撞吗？从6月1号到6月14号中国大陆的海警在金门这边每天4艘，他以前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讲？因为海巡现在形象很不好，他现在在学金方嘛，金方说中国大陆有多少飞机，每天都公布嘛，那海巡现在在挽回自己的形象。从2月14号在金门追逐了那个渔民，结果2个人死亡，到现在尸体还不还人家，然后还在拿翘，这是看到的情况。然后检察官也不起诉，也不侦结，也不给一个答案。2月到现在6月都快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海巡形象受损很大。那当然6月9号，人家一个快艇直击淡水河，然后海巡又在里面说谎，说我们就等在河边就把他逮捕，那是人家打电话到处找你耶，那是 TVBS 独家都可以看到，业者打去警察局，警察局说你们要打给海巡，然后海巡15分钟以后才到。完全不是海巡讲的这样，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海巡要挽回一点形象，又不挽回形象的话，你被打趴也是应得的，这是管碧玲讲的嘛，你被打趴也是应得的嘛。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海巡好像很多动作那希望能够国人对他们有一些更全力的支持。但是我讲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现在的动作很多很不一样。各位要了解，海警跟军队是不一样的。海警做很多事情，你看菲律宾这个是可以看到了，美国没有在美国嘴巴挺他，也没有什么联盟都没有。那菲律宾的情况跟台湾很像。菲律宾小马可是刚当选的时候，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中国大陆，然后大家相谈甚欢，那时候是1月结果5月他去白宫见了拜登以后，他的态度大转变，大家都很清楚，美国一定给他一些承诺、一些好处，所以菲律宾开放了9个港口，让美国的军队可以进驻，然后开始跟中国大陆对抗。那对抗的结果是怎么样？对抗结果就是美国每天用话鼓励你就恍如当年在鼓励乌克兰，你不用怕，我会当你后盾那现在菲律宾的处境越来大家越看就越像亚洲的乌克兰，这就是一个目前的情况嘛。那大家可以看到菲律宾当然他有他的策略，这个策略当然刚刚已经点破了嘛。他自己有枪被人家用刀把枪都弄走了，他也没有拿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设计的，是很清楚。设计什么？设计我要拍影片，我要给国际控诉，就这样。所以我枪我也不开，都放在箱子里面让你们拿走，就。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个设计，可是这个设计，就刚像钳子所讲的，中国大陆这边是还没有拿出他们的影片
两边其实都有影片，我相信一定有去执行除了中华民国的海巡是什么影片都没有，4个人通通没有监视器，也没有什么影片。你可以看到，那中国大陆现在其实他觉得他有点不屑了，然后他有点不屑菲律宾的行为，可是他的动作加大，他动作加大是海警在加大，在金门的海域也是海警在加大那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动作慢慢的显示出说我的态度越来越强硬。那菲律宾呢？菲律宾的澳元是美国态度有越来越强硬吗？没有，完全没有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到招架不住了。那我们台湾的处境，其实用菲律宾这个来看，你就有一些清楚了现在菲律宾需要的时候，美国的航母也不在他有好几次的大冲也都不在。那如果只是嘴巴在讲，能够给人家什么保证？这就是台湾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呀。是，来，接下来请杨老师。对他这一次拂晓出击，菲律宾3种船只，一个是有一艘船上面中间有遮住的，里面其实有8名的特种部队。菲律宾的特种部队也叫海豹部队，因为也是美国训练的，所以它也叫海豹部队。然后呢，上面有大概7、8这个支就是 AR-7这个自动步枪。它其实这8位海豹部队是要去轮替在马德雷3号那个1999年就故意搁浅在仁爱礁上面的菲律宾的那个船里面的人员，因为这个人员跟物资已经好久没有就是说轮替了，这8个人就是要去那边的。那另外2种船呢，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一个是橡皮艇，一个是比较玻璃纤维，吃水都比较浅的。那各位，这个是第2海军打败第1海军也就是说是大陆的海警去针对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呀。是武装部队里面，海豹也可能是海军，也可能是就是陆军不知道。但是呢，一个好处是双方都各自没有用武器。那不可以发生冲突或者是死亡。那至于你看到那个画面说拿那个像斧头的那个是去勾船，然后呢，在那个船里面有一大包黑黑的，那当然他会怀疑说，大陆这边的海警会怀疑说那里面有武器，第一时间把那个要给就是说拿过来，避免他可能菲律宾船上的人使用武器嘛。所以这个好处是双方都各自，但是呢，大陆的海警打败了。就是菲律宾的特种部队，其实这个对菲律宾的特种部队跟菲律宾军方是一大的这个气馁，形象很伤形象很伤。然后各位，不过我要提醒各位，你知道过去20多年到我们签署台日渔业协议之前，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台附近的水域对我们的渔船，同样的，他也是去撞拦，后来我们就派我们的海巡署去保护。然后呢，双方就相互射水炮。是，你硬起来，他就开始跟你讨论。后来我们20年没有成功，你硬起来了，相互水炮，他就跟你签台日渔业协议了。现在没事儿，是，对不对？对。那现在大陆这个海警3号令就很清楚，他告诉菲律宾，我就真的会拦你，我就真的会就是说去没收你的这些船舰。那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把我们的渔船、船长、船员、渔货、渔船都拖到石垣岛，然后呢，要他缴保证金，才让他这个就是保释出来。那当然，船长、船员就回到台湾，那个保证金就等于被没收了，渔货也没了，对不对？所以20年来都是这样子情况，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大家在这个岛屿争议上用海警的方式相互碰撞。不过各位，菲律宾这次用军人。那你就看到菲律宾那个副总统沙拉杜特地他就辞掉小马可仕里面一切的职位，跟他说我不跟你同挂了，因为你已经太超过了，你已经用军事的手段，虽然没有开枪，但你用军人，你让军人羞辱，但是呢，你又没有达成你的目标，你也达成不了你的目标，你这样的一个做法，你难道不知道美国也不会有真正的支持你？美国在菲律宾目前说有5个军事基地。加起来多少人？300人，也没什么武器，对不对？美国怎么会为菲律宾的仁爱礁跟中国开战？
用手指头想一想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一定要谨慎再谨慎。CSI 是说，美国海卫队还有日本海上保安厅来参与针对陆海警行动。哎，再怎么弹头的学者都不会讲这种话。是啊，蛮惊讶的。怎么可能呢？对，所以我是觉得，你现在美国的一些学者跟智库讲的话，都已经自己都不相信了，是参考都不用。舰长怎么看这个海上的冲突？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可能看到电视上的这个画面哦，这个画面就是一些很多人在那里围在那里，它还不够震撼。我跟你讲哪里很震撼，你到 YouTube 去看，实际的把音放出来。哦，有声音的，你去看看这些大陆的海警是什么样的声音，在骂他们，在说什么，在警告他们。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第一个，你说比数量，他们围着他，那个其实菲律宾的船想跑，你一跑，他就把你给挤回来，还有撞上来的也有。然后你再看他们双方的穿着，这个大陆的穿的那个质量多好，从他的钢盔什么整个一路下来都是标准的。你看菲律宾的就差了很多，然后你再看他们的拼劲，整个过程哦，菲律宾人几乎是不太讲话的，但是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声音，你一定要去听那个声音。我始终觉得我们不要看热闹，你把别人的经验当成自己的经验哦，那是第一等人。我当时看到的，第一个我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如果大陆的海警这样子对我们呢，你想过吗？那你认为他不会吗？那你再看南海哦，南海大陆的海警或者大陆的军队啊，他的拼劲啊，如果像这样子对菲律宾的这种狠劲哦，是医药。有一天如果移到台海哦，那个狠劲哦，即使没有10哦，也有3跟5，他一动作起来不会去停的。然后最近大家也在想说，这个美军会不会来呢？他们还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我就在等着看。我一直希望台湾人能够非常仔细的、冷静的看，美菲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台湾跟美国什么都没有，他会不会来？如果他不会来到台湾，那更是不会来。那接下来菲律宾的发展会什么样子？你知道？他们也越来越狠，派出越来越多的这些船啊、补给船来跟对方杠。你认为这可能吗？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它力量差太多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持续的在国际上用外交来讲，这个东西到最后都是没有用的。我认为的可能发展是这个样子。那接着我才讲，如果这个事情有一天发生在台海哦，最近赖总统讲说这个首战即决战，这个是一个投降主义。我真的期望首战就是决战，为什么你知道吗？大家继续去想一个，尤其国军官兵你也仔细去想想，我底下提出这个问题哦，北京一旦动手武统，第一战你把他打败了，就结束了吗？他们就回去了，然后你们就顺利独立了吗？不太可能的。他只要动手，他就一定要到有结果才会结束。如果首战不是决战，最后倒霉的，我认为一定是台湾人民。